大家好，我是广墨。之前分享了一款精致小巧的荷花酥，很受大家的喜欢。今天我再来做一款也是非常典雅的中式点心——芙蓉酥。木芙蓉是一款秋季的花卉，它有一个很好玩的特点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花两色、一树三色的颜色。那么今天我们做的芙蓉酥呢，也会准备3个颜色的面团。那现在我们先做水油皮。水油皮顾名思义，会用到面粉、猪油，还有就是水啦。现在先开锅，水可以分2次到3次加入。我们旁边可以准备一块刮板，帮助我们混合。之前荷花酥呢，教大家的手法是小包酥的手法。那今天我们做一款不一样的技巧，就是大包酥，要求它的一个水分略微高一点点，所以你们会发现这个面团是比较粘手一点的。比较湿润的面团，它的延展性就会比较好。所以现在我们借助刮板，把面团所有的都混合揉搓。我们可以把面团像鼠标垫一样的把周围都擦一下，揉进去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面皮它的状态，感觉松松散散的，而且就是表面比较粗糙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用双手交替揉的一个方法，把我们的面团揉到表面非常的光滑。揉面呢，一是为了让它的那个面团融合得更加好，第二可以让它面团里面的面筋网络质排列整齐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面筋起筋了。这样子出来的面团表面就很光滑，而且柔韧性、延展性都会非常不错，就很适合下一步的操作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面团的表面其实没有那么光洁，还有一点点粗糙。那我们可以用手像这样子一个方法，轻轻的握在上面，空的腾空的把面团在这里画圈圈，用保鲜膜把面团包起来，松弛5到10分钟左右。白色的面团完成了，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做后面2个颜色，一个是淡粉色，还有一个是更加艳丽一点的粉色。通过调整食用色素和清水的比例，调配出浅粉色、深粉色的水溶液。现在我们来制作开酥面团当中的甘油酥。其实它的配方很简单，就是面粉和猪油。我们的油酥的软硬度要和水油皮的软硬度保持一致。我们先把2款混合，之后呢，左手拿刮板，右手用掌根这一块来擦揉的手法。猪油它是一个固态，那我们的手温呢，会让它慢慢的融化，以至于和面粉混合。你擦揉的次数越多，甘油酥它的状态越软，甘油酥变成水状一样特别的柔软，就不能包到那个水油皮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擦揉当中要见好即收，就是感觉它的状态对了，我们就要停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态就是可以了，我们手指可以按压一下，试一下这个甘油酥的软硬度。那么和我们前面和好的水油皮一致，那么就是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先拿一块水油皮，把它打开。刚才做好的甘油酥，我把它1分3，用水油皮把甘油酥包进去。包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一个手托着，一个手固定，另外一个手的虎口，慢慢的包上来。甘油酥和水油皮当中就是没有空气，直到最后的收口。如果待会儿里面有空气的话，我们在擀平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气泡，那么我们层次就会做得不够漂亮，而且很容易破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开酥就是用擀面杖，像我这样子一根擀面杖呢是30公分左右。现在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的角。那一般呢，我们擀面皮会上下擀，也会左右擀。左右擀的时候，我们先擀到跟我们这边擀面杖一样的长度，也就是30公分。面皮呢，它湿度比较高，所以它很容易粘。我们要把下面再撒一层干粉，可以用擀面杖轻轻的借助，把它卷起来。
现在可以在这边空白地方再撒一点点干粉，再放下来再擀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做折叠。其实中式点心的开酥和西式的拿破仑千层酥做法都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我们要1折3，我们也会轻轻的上下来回捋，把中间有的空气的话可以把它排除掉。另外一边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动作尽量要保持轻柔，我们要再把它卷起来。因为下面需要再撒一点点干粉，因为我们还要把它擀成30×20的尺寸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，正好也是30×20这样子一个尺寸，我们就把它用保鲜膜盖起来放在旁边。同样的方法呢，我们要再来操作其他2个颜色的面团。水油皮在包干油酥的时候呢，如果一不小心包了点气泡进去，这里面有空气，我们可以用尖的牙签或竹签轻轻的把它戳破一点点，旁边按压过来。刚才我们折完的酥皮呢，每一步都要用保鲜膜把它盖起来。现在我们在做折酥皮的最后一步，把它3个颜色叠在一起。那面皮和面皮之间呢，我们刚才因为撒过一些干粉，所以现在我就是拿了一个刷子，上面沾少量的水，把它全部刷一下，这样子方便我们的面皮粘在一起。记住，这个上面的水一定要很少，不然整个皮就泡软了。轻轻的刷上去，薄薄的一层。现在叠面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由浅至深。你会看到我们慢慢的用手，甚至于擀面杖稍稍的稳压一下。现在我还是用少量的水。我们到时候呢，只要用中间的部分，像这样子一个折叠就是完成了。待会儿我们就是要用模具把它压成一个个的圆形。现在我跟大家介绍几个工具。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圆形切膜，它的直径呢在8公分到9公分左右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切膜，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可以用，就是杯子或者是碗、倒扣都是可以把它压成一个圆形的。我有一个小的剪刀，这个剪刀它的刀片比较薄，待会儿有利于我们剪的一个切口就是比较平整一些。这里是我之前已经搓圆的，每一份是10克左右的分量的馅心。今天我准备的是玫瑰豆沙馅，因为芙蓉酥它整个点心呢是面皮的分量比较多，所以馅心我建议大家用一些口味比较浓郁一点的，那枣泥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子一份面皮，我们总共可以做6个芙蓉酥，所以压6个。那现在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我们之前准备好的面皮，它由浅至深，由深至浅。我们把粉色放在里面，取我们馅料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折成5等分。中间我们这边可以用筷子稍微沾一点点蛋液，就是把面皮中间它可以帮助它粘合在一起。关键步骤在这里，我们每一个花瓣都把它捏扁。之后我们要用这个薄的剪刀把它修剪一下，侧面的话它是平的，我们要修剪到角的边缘往这里下降一些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有点像海星的造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把它折叠成花。这一片呢，我们要把它剪成3条，剪3刀。先用筷子沾一点点蛋液，在中间稍微的涂抹一下，之后呢，把我们第一层往中间压一下。轻轻的压，不要太用力，因为它的面团比较软一些。那第二个呢，同样也是这样子一个手法，就是最上面一层我们剪的条条，
我们会看到做完的话，它的酥皮的切面是在上面的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第2层花瓣，这一个角取用的话和第3层的上下把它粘在一起。当然花瓣和花瓣之间我们也是要沾一点点蛋液，帮助它的粘合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花心中间的部分是向中间卷曲，那么旁边的5个花瓣都是展开的，剪到最后的这一块小的，有这个颜色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层次在这里，像这样子一个造型就做好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炸制芙蓉酥，那其实方法呢是和我们之前学的荷花酥操作方法一样。现在温度到120度了，我们开始炸。这边呢，我会准备一个漏勺，把芙蓉酥放到里面去，中间留一点空隙。我们会看到慢慢的它有气泡。刚才为了降低油的温度呢，我就把它火关掉了。那现在可以慢慢的再开一个小火。那现在呢，我会准备一个小勺子。我们这边会先采用淋油的方法。淋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明显的花瓣已经展开了。如果整个全部放在里面炸的话，一会儿它的形就会固定，但是就是展开的还不够充分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花开的过程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已经好了，已经花瓣展开了，把它进到油锅里面。小火慢慢的温炸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略微的稍微晃一下，面皮和面皮之间呢有油酥，那么油酥它会在油里面融合，之后就会形成比较漂亮的层次。芙蓉酥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一般都是一朵一朵慢慢的炸，而不能像荷花酥几个放在一起，它还是比较娇贵一点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中间花瓣的层次已经比较硬了，我们可以用筷子稍微的碰一下，它会比较硬的这种触感，就是上面已经好了。那么为了炸制的颜色呢不变色，所以我们就是等于把下层有线心的部位还浸在油里面慢炸，上面就是已经把它腾空起来。现在我们看到它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沥油，沥干净，稍微侧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给我们的芙蓉酥做上花心，我们可以用就是手边的果酱，颜色深一点的红色的，比如树莓啊、火龙果啊，都是可以的，把它填上。现在我们的芙蓉酥就完成了。